哎，你猜我给你买的什么呀？不知道啊。生日快乐！这么好啊？哥，你让我给莫菲姐买的礼物已经买好了。明轩哥，你来了，怎么这么久啊？莫非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人？他比我年长几岁，我们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门当户对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你在吃关东煮的时候，唐明轩在干什么？他现在也对我很好，他会经常来看我，给我带好吃的好玩的。静静，莫非？你们都认识啊？你是怎么跟方谦认识的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。她是爱丽丝，她就是我在医院认识的。她是方谦，是方小雨的妹妹。所以，你到底还要瞒我多久？我没有想过要瞒你。那方倩的事你只字不提，方小雨为什么讨厌你，你也从来不说。我一直以为我是你最亲近的人，可今天我才发现，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，只有我不知道。我想过要跟你说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时间，我跟你慢慢的说清楚。什么是最合适的时间？我们在一起多久了？我们一起约会，一起上班，就算不见面，我们也会发微信视频。你要不要换一个更好的理由啊？我没有想要找理由，我想过要跟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。但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。合适的机会。我根本不在乎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，就算你们是青梅竹马，你们3年前差一点结婚，我都不在乎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不希望别人来告诉我，而是你。你的感受我都懂，但是我可以很真诚的跟你说，我跟方倩的感情这么多年了，就仅此是兄妹而已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直很努力的想融入你的生活、你的圈子，可到头来，我才发现自己是个局外人。
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，别哭了，我跟你道歉。我不需要你道歉。原来莫非就是你说的那个一直鼓励你的朋友？这个世界真小。所以，莫非是明轩哥的女朋友吗？不是，小鱼，想让倩倩彻底走出来，就该告诉她真相。明轩他确实有女朋友了，就是莫非。莫非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女孩，我跟她在一起都很开心，更何况明轩哥呢？倩倩，你没有必要强颜欢笑的。哥，我没有强颜欢笑，至少她是莫非啊，一个比我健康、漂亮、善良的女孩。我说的不难看了。可是唐明轩呢？唐明轩根本配不上你。哥，不要再跟明轩哥赌气了。这段时间跟莫非在一块儿，我真的放下了很多戒备心。我真的跟他在一起很快乐，我都这么愿意跟他在一起，更何况明轩哥呢？这是莫非的个人魅力呀。可是莫非真的不知道你是谁吗？我没明白。莫非不仅是明轩的女朋友，也是他宁愿违背父母意愿也要在一起的人。宁可违背父母意愿。这么看来，我和莫非还有相似之处呢。只不过，他是明轩哥说什么也要在一起的那个人，而我是他说什么也不要的。倩倩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接近你，可能就是想让你看到他跟明轩在一起有多甜蜜，就是想让你知道他跟你比就是不一样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莫非不是这样的人。如果他不知道你是方笑宇的妹妹，不知道你跟明轩的关系，那医院里那么多人，他为什么要接近你？为什么要对你那么关心？事情不是这样的，莫非不是这样的人。单雪良，你是觉得倩倩伤的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刺激她呢？况且我不认为你说的莫非就是那种人。笑宇，我们4个人是一起长大的，难道我会害倩倩吗？更何况，你真的了解莫非吗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到底有没有目的？你敢保证吗？够了！咱们4个的事情不要牵扯到我妹妹，好不好？倩倩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吼的。哥哥太担心你了。哥，我累了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们走吧。
什么呀？别看了吧，咱们好吓人啊！这多好看啊！哎，你别怕，我在呢。喂！我把你神经病吧！不说了。真是啊！哎呦，开玩笑的。好了，我们坐下来看。好不好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？这，你干嘛不敲门啊？你姐好像哭了。啊？有吗？姐。莫非姐，你怎么哭了？你今天不是去参加朋友的生日宴会了吗？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我让莫凡去收拾他。对，谁敢欺负你，我把他打在地上爬。嗯。你是不是认识方谦？所以你也知道他和你表哥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你快说啊！这个事情很复杂，说来话长，我还是不说了吧。说。莫非姐，那你先告诉我，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我今天见到他了。莫非，我好喜欢，谢谢你。这样，等你病好了之后呢，回去我给你做一身漂亮的衣服，让你美美的。好。可是，我好像都没有什么能送给你的。你嘛，就把你的微笑送给我。你一定要相信自己，虽然以后我不能经常来医院看你，但是我依然会陪在你身边。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其实我觉得罪魁祸首还是我姑妈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要真是因为什么利益关系跟方谦结婚，那才是不负责任吧？这么一想，姐夫好像也没什么错。对呀。那是不可能的，他怎么可能没错呢？他大错特错。什么大错啊？第一错，他应该早点坦白和方谦这段缠绵悱恻的情史。还缠绵悱恻呢，这根本算不上我哥的情史，顶多是方倩的一厢情愿。是吗？第二错，他不该在纪念日那天把我姐一个人丢下，跑去医院找方倩。那是他的眼睛看不见了，那是突发状况。也行吧。那这第三错不得了，他居然说要把送给方倩的礼物送给我姐，害我姐空欢喜一场，太过分了，坚决不能原谅。其实这个是不能怪我表哥的啦，他也没有说这个礼物是给莫非姐的，是我自以为是送给莫非姐的。莫非姐，不好意思，这是个误会。你们这哪是罗列他的罪行啊，分明就为他解释，替他说好话。我理解你，应该小小的生一下气的。不过我表哥他肯定不是故意瞒着你的啦，你是他女朋友嘛，他这么做是不想让你多想，他是想保护你。所以，我在你们心中的承受能力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吧？
说崩就崩啊，根本不需要保护。那这样的话，那我当他哥们儿好了，当什么女朋友啊？莫非姐，你就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你原谅他吧。莫非姐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你问。方倩到底得的什么病？医生说他得了脑瘤，现在脑瘤慢慢扩大了，压迫了视神经，所以眼睛也看不见了。20分钟。所有的事都凑一块儿了。兄哥，开车回公司。好嘞，兄哥。喂，明轩。哎爸，我刚转发给你的是米安的邮件。什么内容？合作框架协议书。现在对方的要求是必须我们这个幻彩云烟的整个的秀要顺利的举行，因为整个的合约里面它有体现了，必须要我们的整个的秀达到他们要的一个标准和宣传效果，只有这样他们才同意我们的收购。那好啊，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精力在上面了。对方有没有说框架协议什么时候可以签？他们刚才给我发了一个邮件，说半个小时之内让我赶回公司，必须要给他们盖章。好的，好的。行了吧？啊。你在干嘛？就是你啊，不然呢？没有别人吗？确定？确定啊。等我气消了再联系我，根本就不是诚心实意的要过来跟我道歉，都是借口。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很吵哎，我要睡觉。哄我一下会死啊！在10点5分，你突然出现，一瞬间，阳光变热烈，小鹿乱撞，脸红好几天。在10点5分，你突然出现，在一瞬间，星星睁开眼，树叶合唱开始暗恋。可是你突然走远，转身不说一句再见，我的世界从此改变，叫我怎么想你少一点。我想念，我想念，围着我转圈，我每天
小哥，明天的行程我已经照你那样来给弄好了，然后他那个计划单我发你邮箱。对了，陈阳他们那个最新一稿的设计还没有发我。啊，那我催他一下吧。算了，你都这样，明天我自己要吧。行。哎，对了，小哥，这都4点了吧，咋还不回家呀？这次发布会对咱们公司来讲非常的重要啊！要是困了，去沙发上眯会儿啊。那我去了。怎么了？垮着个脸，热了三明治也不吃啊？哎，我问你啊，就是多多和你吵架，他都是怎么治你的？这我不能告诉你啊。为什么？我不要面子了。你是不是想招治你家唐总呢？你知道的太多了。唐总是不是跟你吵架了？我说你怎么也这么八卦呀？你都写脸上了好吗？我脸上写什么了？男朋友跟我吵架，并且不哄我。我那是懒得搭理他。我告诉你，这男人呢，你就别搭理他，越搭理越来劲。你等他把事情想清楚，他来找你。要不总跟你劲儿劲儿的。不能搭理，不能搭理。说我呢？那什么，唐总，我还有工作，你们接着聊，好好聊啊。喂。喂，慕菲姐，刚刚方倩给我打电话，她让我跟你说她想见你。我刚刚也有话跟她说。她说她在家等你，那我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哦。好，那你跟她说，我下了班就去找她。拜拜。对不起。那天是我不好，是因为我那天让大家闹得那么不愉快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明知道是你的生日，我还就那样走掉，把好的气氛都破坏掉了，对不起啊。莫非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你又不知情。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呢。所以，你们吵架了吗？也不能说是吵架吧，只是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会有不一样。你不要生明轩哥的气，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把你们关系闹得这么不愉快。芊芊，这跟你没有关系。莫非，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。羡慕什么呀？我羡慕你们能够吵架呀。你们能够和对方吵架，就说明你们很在乎对方，而且吵架能促进两个人的感情，越吵你们越分不开。好了，不说我们了，说说你，手术你是？
我已经做好决定了，既然做了决定，就不会改变的。你真棒。对了，莫非，我能小小的贪心一下吗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手术那天你能过来吗？有你在，我会心安的。当然可以啊，你放心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的。太好了。对了，莫非，你喜欢去游乐园吗？喜欢啊，不过那都是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带我去的。怎么了？如果我的手术成功了，我们一起去游乐园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没有如果，你要相信手术一定会成功，你一定会健健康康的。太好了，到时候叫上我哥，还有明轩哥，我们一起过去，人多多热闹啊！你是不是怕他们两个在一起会尴尬啊？莫非，你放心，只要我的病好了，他们的关系就一定会好的。你是不知道，我哥和明轩哥他们两个从小的关系特别的好，比亲兄弟还要好。可是后来，因为我和明轩哥的事情，我哥特别的在意。再后来我又生病了，所以我哥才和明轩哥的关系闹得那么的僵。再说了，我哥这3年也没有设计出什么作品来，对他来说也是一场灾难。我想，他也是很痛苦的。好，等你病好了，我们就一起去游乐园玩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倩倩，倩倩，哥，莫非也在呢？哥，你回来啦？那我先走了，我还约了人呢。莫非，阿姨已经把饭做好了，你吃了饭再走吗？我就不吃了，等我下次再来看你的时候吃，好不好？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哥，你把莫非送回去吧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回去就好了。我已经叫车了，你放心，回去给你打电话。拜拜，拜拜。陈老师，还好你来了。那个新的设计图做好了吗？唐总在催了。哎，完成了，忘了给他送去了，我忙忘了。哎呀，谁不是啊？我这一段也忙得够呛。我跟你说，唐总就更厉害了，他这2天几乎都睡在公司，而且也就眯瞪了2个小时吧。我感觉他都快成仙儿了。这么熬自己身体怎么行啊？唐总也不是铁打的。唉，那能有什么办法呀？现在不是发布会吗？唉，行，我先不说了啊，我这边还有一大堆事儿。行，你赶紧去吧，祝唐总保重身体。行嘞，那我代他谢谢您啊。哎呀，不客气。大家加把劲儿啊！今天加个班，把后续工作完成。好。今天晚饭我请。好嘞。晚饭吃什么？我就不去了吧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约了你们家？那行，那我就不当电灯泡了。谢谢你啊。轩哥，这是新修改的幻彩云烟设计图，我先去忙了。学良，明轩，凯曼的合同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们邮寄回来，现在离大秀的日期可越来越近了，我担心。这样吧，你在哪儿？
我在楼下咖啡厅跟客户谈一点事情，刚结束，我去找你好了。我刚刚有事跟你说，你等我。好。雪亮，这个凯曼的合同，可能我会需要你再费心一下。他们现在模特虽然已经试了衣服了，态度也不错，但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。所以你是希望我来出面解决吧？永远都是这么聪明。咱们俩从小一块长大，我当然是最了解你的。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这2天我就去找方笑宇。谢谢。那你应该怎么感谢我啊？请你吃饭。上午晚上有个会啊，咱们就近，好吗？好。你好，你好，要2份小龙虾的生煎，然后1碗牛肉汤。请问您是几个人用餐呢？我给您准备餐具。2个人，谢谢。我们今天牛肉汤第2份半价，要不要来一份？不需要了，我们喝1碗就好了。您好，您的外卖打包好了。美女，您的外卖打包好了。我刚才交给你那个。哦，行，我回去赶紧弄一下。你赶紧啊。哦，行，好嘞。好着呢。好。你不是跟唐总2人世界去了吗？你一个人吃2份生煎啊？不可以吗？我是怕你吃撑了吗？大晚上吃的也胖。来吧，我替你吃。不要，我吃2份生煎，我乐意。行，您乐意。今天咱们首批服装的模特试衣还有调整工作就都已经完成了，大家都辛苦了。阳光，今晚找个地儿，大家好好的放松一下。好嘞。我就不去了，倩倩快要动手术了，趁着今天有空，我去陪陪她。帮我带个好。你们玩的开心点，我先走了。轩哥，我一会儿安排完之后，能不能请个假？你最近还挺忙的啊？他能有您忙？你放心，你老板今天用不上你。唐总，我怎么感觉你是为了想陪女朋友拿我们打幌子呢？大家说是不是？今天你们开心玩，我跟莫非就不陪你们了。莫非，跟我出来。去呀！怎么的？放心不下我们呢？你放心，你那份儿我们替你吃回来。多冷啊！别生气了，我刚才在车里边跟你道歉了那么久。错了。你错在哪儿了？我错在，我用我自己认为对的方式来爱你，但是完全忽略了你所有的感受。对不起，
我不会了。你知道，当我知道你和方倩的事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，所以你才不告诉我。你知道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？是你的过去，我是从别人嘴里听到的。好了，事情也过去了，我更在乎的是你的现在和未来。所以你以后有什么事情，可不可以跟我分享？还有啊，干嘛摇头？每一次我生气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哄一下我？不要甩下一句话就走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可能有下一次。哦，还有件事儿。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说你干嘛这么严肃啊？哎，你不觉得我现在害怕的像一个小学生一样？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呢？什么像你妈？虽然在工作上你很厉害，可是在爱情上可不一定哦。人生路漫长，我们还要一起不断的学习，学到老，活到老。我去给你买点关东煮，缓解一下心情，好吗？不想吃。为什么不吃啊？你猜？那你想吃什么呀？进步了。陈老师，你还好吧？来纸巾。我一点事儿没有。要不咱换个地方接着喝？哎，行，你就别逞强了。你看你站都站不起来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站起来给你走个摩托步。行。喂，妈。啊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行，我知道了啊。要不然东东你先回去吧，你家离得那么远，你回去晚的话，阿姨会着急的。但这不太合适吧？这没事儿，反正你又不顺路，我直接把陈老师送回去就行。啊。陈老师这样，啊，你先走吧，你放心吧。走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啊，晚上自己回去注意安全啊。好嘞，拜拜。慢点，来漱口口吧。陈老师，您住哪儿？我给您送回去。陈老师，您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您住哪儿啊？我给您送回去。姑娘，你们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吓死我了，多多，你怎么来了？陈阳他人呢？他一晚上没回家。啊？我给他打了一晚上电话，他都不接，我以为他睡这儿了。我早上来没看到他呀。你别着急，我给同事打个电话问一下啊。程阳，死定了！我说你别着急啊。
师傅，您车上有没有手机充电线能给我使一下？我这手机没有电了。啊，您什么手机啊？我苹果。哦，苹果啊，那充不了，我这是安卓的。那师傅，咱快一点呗，我这有急事儿，我赶时间呢。现在市区都是限速啊，不能再快了。你说，沈阳他到底去哪儿了？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不会，不要瞎想。他就是昨天跟同学……喂，余夏，昨天你们聚完餐之后，陈老师没跟你们在一起吗？什么喝多了？那谁送他回去的呀？那行吧，我再打个电话啊，拜拜。同事怎么说呀？他在哪儿？我再打个电话啊。陈阳，你死到哪儿去了？我一猜你肯定跑公司来了，着急了是吧？好了，没事了啊。我打了你一晚上电话，你都不接。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啊？我昨天晚上喝断片了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那酒店，我彻底想不起来了，我也不知道谁把我送那儿去了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啊，宝贝儿，都是真的。我说你看，把多多急成这样，下次聚会的时候不能再喝酒了。是，我错了，我这不昨天高兴嘛，一下没忍住就喝多了。手机没电了，充个电，我把多多送下去啊。好，陈阳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什么？你看。什么啊，多多？口红印。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？怎么？你不跟我说清楚，我今天跟你没完。哪来的口红印儿啊？骗子！我没骗你，多多。多好了，多多，你听我说，我绝对没骗你，我肯定没骗你。这是。昨天最后是谁跟陈好在一起啊？沈佳熙啊，我妈急着打电话，先让我回去，我就先走了。沈佳熙说把陈老师送回去啊。谁是沈佳熙？他在哪儿？我问你，谁是沈佳熙？沈佳熙，你是沈佳熙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不要脸的狐狸精！多多，你给我放手！多多，事情没搞清楚，你先。你是哪来的神经病啊？凭什么打我？我打你！陈阳一晚上没回家，你把他带到哪儿去了？你说呀！哎，沈佳熙，你跟我说说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别在这儿装！发生什么事儿？你让我说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他清楚什么？他都喝成那样了。你看，啊，你放手！啊，你看你嘴上的口红印，莫非是不是一个色号？怎么弄上去的？你告诉我怎么弄上去的？全国这个口红色号的人那么多，你为什么不都怀疑一遍？凭什么怀疑我呀？而且我跟程阳只是同事关系。昨天晚上他喝多了，不知道自己住哪里，我只能把他送回酒店休息。送完之后我就走了。哼，同事啊，少在这儿胡说八道啊！这儿这么多男同事，非得让你一个女孩去送他。昨天是我跟通通要一起送他回家的，但是东东有事提前走了，只能我送他。你不感激我，还打我一巴掌，你有病吧？我说你冷静点，现在事情都不知道怎么情况呢。
我做好事儿，你们不仅不感激我，还说我的不是。好事儿，我就应该把程阳放在大马路上，是不是？还有，你以为你们家程阳是什么超级大帅哥？谁见谁想往身上贴？你要是那么喜欢的话，你把他放在家里，天天看着。我沈佳琪根本就不稀罕。程阳，你就不是个东西，在巴黎这样，回来还这样，你真的太过分了。多多，我哪样了？我哪样都没哪样，你相信我。你别说话了，你爹说什么我都要跟你分手，谁劝都没用。多多，我说你冷静一点。我知道你现在情绪很不好，可是我跟沈佳琪认识很多年了，我相信他不是那样的人。而且，如果他真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的话，我也饶不了他。可现在都不知道事情发没发生，你就这样提分手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莫非，你是我朋友还是他朋友啊？都到现在了，你还帮着他说话？难道他身上那个口红印还不够说明问题吗？多多，就这么个口红印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现在就给我滚！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有没有什么人能够证明你的清白呀？比如住的宾馆总知道吧？我昨天晚上实在喝太多了，怎么去的我真忘了。今天早上走得急，酒店叫什么名我也不记得呀。您好。你好。你看这个人眼熟吗？昨天他跟一女的在这过的夜。我没跟一个女的多多，我自己住的。闭嘴！不好意思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他喝多了，然后带着一个女的来这儿开了房，你有印象吗？对不起，我是上午班的。那你们这儿有没有监控啊？2点14，进门时间。您好，麻烦你帮我往后倒一点。好的。谢谢你啊，麻烦了啊。我就说我什么都没干吧。谁知道你们在房间里9分49秒干了什么呀9分49秒，不到10分钟，我能干什么？10分钟什么事儿干不了啊？多多，我说好了，监控你也看到了，至少证明他们俩是清白的呀。可他至少是不是应该先给我打个电话？那不行，你发个微信也行啊。他这么让我没有安全感，我能不这样吗？都是他的错。是，他是有错，可是你不是也到公司大闹了一顿吗？感情里面呀，信任是最重要的，再好的感情都经不起你这样折腾的。谢谢你，莫非，还麻烦你专程陪我们跑一趟。我先把多多送出去，公司有什么事儿你先帮我处理一下。好，好好聊，别生气了。多多，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我保证以后我24小时手机不关机，我带着充电宝，我随时到哪儿跟你汇报咱俩视频。你能原谅我吗？宝贝儿，你生气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。咱别憋着不说话，行吗？多多，你再这样，我可着急了。你不是打算一辈子不跟我说话了吧？你有什么想法，你跟我说。对不起。啊？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莫非说的是对的。2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信任。我不应该怀疑你，而且我今天跑到公司去闹成那样，让你下不来台。可那都是因为我太在乎你了，我怕失去你。我真的不知道没有了你，我的世界该怎么办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我爱你，非常爱。多多，我很珍惜你。
所以我不会跟别人在一起的，因为我眼里、心里都是你。你要说话算数。啊。你要是再发生这样的事，我就把你扔那个垃圾桶里，一辈子都不会回收了。我跟你保证，不会有下一次。佳琪，怎么，又想侮辱我呀？你误会了，我是为上次的事情替多多跟你道歉。上次的事情确实是误会你了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对不起啊。你们当众侮辱我，毁我名声，现在一句对不起就想敷衍了事是吗？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你希望我们怎么做？我给你当众道歉也可以。我说了，这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的问题。他甩我的这一巴掌，我沈佳熙会铭记于心的。多多他就是脾气太火爆，主要是他太爱陈阳了，希望你可以原谅他。原谅他？他是我什么人？我凭什么原谅他？还有莫非，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你在背后挑唆的吗？如果不是你告诉他我送陈阳回去的，我会挨这一巴掌吗？现在跑到我这跟我假惺惺装好人，免了吧，看着都恶心。佳熙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我怎么会那样做呢？请你相信我。相信你，你也终于知道不被人相信的滋味了，是吧？你现在所受的所有的委屈都不及我的一半。你想让我原谅你们，可以呀。那你就当众挨我一巴掌，这事就算完了。怎么，害怕了？嗯？你变了。变得我都不认识你了，变得我都觉得可怕了。我变了，以前的我对你处处忍让，处处容忍，当你的小跟班儿，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无条件的支持你，我基本上已经成为你无可替代的陪衬了。但不好意思啊，现在办不到了，不是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做你的绿叶的，更何况你也并没有那么出众。失陪了。我的设计理念就是海上丝绸之路，用刺桐花。你什么表情啊？你能离我远一点吗？你好臭。不臭呀，你来，你闻一闻。你好臭！你闻一闻，你好臭。